从小路走。在黑熊沟无人区西部三台上发现一支队伍，我们正在降低高度接近目标。肯定是他们。有，麦登鹅收到，注意监视，我编队马上赶到。有，明白。各小组注意，做好战斗准备。还有谁走不动的？走！快上！飞马队到，带第二队从右侧跑上。明白。响尾蛇到，带第三队从左侧跑上。明白。第一队跟着我出发。看见了。爆火分子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。营长，我这里发现一爆火分子丢弃的弹夹，他们应该是往沟里去了。明白。向前！
上。医疗队，医疗队，调动药两地区有名重伤员去苏联营救，苏联营救。你在这儿照顾好他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老乡，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发现一名伤员，请马上派人救援。老乡，你们还有几个人在他们手里啊？几个？德川报，这里是飞毛腿，暴恐分子手里面还有4名人质。收到。 拐动药，我是钻山豹。暴恐分子手里还有4名人质。明白。一名和空中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。所有人注意，继续前进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明白。你们2个留下等待救援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 管动幺，黑熊沟底河川一侧发现一处食物和石墙。有没有人员活动？没有发现人员活动。再复查一遍，打开热成像雷达，仔细搜索。明白。看好了啊！大先生，好。望远镜。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已经发现暴恐分子，7人在屋外，1人在屋内砍杀人质。over。明白。拐动药，拐动药。这样，我先返回空中指挥部，升空指挥。 飞毛腿，条尾蛇，你们带着你们的人在外围继续行进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喂，长老，我是老狼，我们被解放军给盯上了。 还死了好多兄弟！什么？让我们等到晚上？喂喂！1号位检测完毕，收到。2号位准备完毕。怎么样？目标
激光仪锁定目标。拐动腰，拐动腰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。拐动腰，明白。老袁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，知道怎么办吧？拐动腰，拐动腰。攻击计划如下：第一步，狙击手先设法干掉屋内的暴恐分子；第二步，邵伟华分队用激光照射屋外矮墙处的目标；第三步，支持从远距离发起攻击；第四步，邵伟华用爆震弹和烟雾弹掩护，发起最后的冲击。马上行动。明白。时机成熟就分享。收到，收到。各机组自选目标，一个不留。把手背过来，走。漂亮，来，好。对，上。把手举起来，带走。走。报告营长，任务完成。你就是那个姥姥。对。带走。报告指挥部，报告指挥部，我是钻山豹，任务已完成，人质已救出，准备返回。成功了！太爽了！成功了！祝贺你！太好了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姑娘们，我们返航！
副教员，您这一走，孩子怎么办？已经交给他姥姥姥爷了。哎，我听说这次陆军1号表现得特别棒，你说会不会把咱们分配到那边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听说学员们到了那儿啊，一切都听指挥部的安排，分配到哪个部队就到哪个部队学习。你这带的什么呀？烧了一锅红烧肉。他到那边吃不惯羊肉？不是，给江海带的，他喜欢吃。还真有你。刘小斌的中队已经升空了，看来 C 级3军的攻势还挺猛啊！C 军参谋长打过几次电话过来，希望我们军师能多出动几次。他们原来的部署就有问题，阵线拉得太长，西面有没有个地炮营，火力肯定跟不上啊！嘿嘿，现在尝到我们陆航的甜头了，遇上困难呼叫陆航啊！你是怎么想到叫刘小斌去带2中队的？他不能在江海的身边时间长，要尽早的独立起来。当初江海跟了你几年啊？也就1年。开始他不肯走，我就给他下达了一个中队长的命令，你不走都不行。哎，结果呢，一干挺好啊。没几天，学会为部下考虑了，也能跟更多的同志搞好关系了。要不。他老是以师傅为中心的考虑问题，那这兵就废了。你说的对。是啊，这人才呀，不是树上的果子，非要等熟了再去摘。作战人才必须顶到1线上来用，否则的话，明天打起来，我们手上都是些生瓜蛋子，你不抓瞎。总长。处长，完成怎么样？追剿暴恐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正在返航的路上，协同 C 集团军的演习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结束。好极了，首长，今天陆军1号第1次参加反恐行动实战，陆航作用十分突出。万厅厅长打电话过来，要给部队请功呢。现在不是请功的时候，厅长，部队收拢以后马上转场。转场？去哪儿？目标：东南战区。3届训练基地，总部命令我们陆军1号2天内必须赶到。另外，突击2营的直19中队已经改装完毕，让庞威回去一趟，把这个中队也给我拉到现场进行演练。是，处长，2天就赶到，最晚今天傍晚前就得出发啊！你说对了，今天晚上必须出发。另外，单军长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让你回去一趟。A 集团军陆航旅明天成立，我也过去。首长，庞副旅长要走，左旅长也走，这么一大摊子要转场，有困难克服困难，命令必须执行。是。拐东两，拐幺洞编队已到达作战公寓。拐幺洞，344防御工事由你2中队负责摧毁。拐幺洞明白。各机组注意，目标344前沿阵地，实施覆盖打击。今天啊，真是痛快。庞副旅长，回去吧。我要等等江海他们。有什么话偏要在机场说呀？吃完饭慢慢说。哎，小娘鱼们不懂的，我要给江海一个热烈的拥抱。咦，受不了你们了！那我们就不看你们的亲密举动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回去啊。回去吧。走了，庞副旅长。
好，副旅长。哎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二位辛苦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柴爷爷有时间再来看你们，好不好啊？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小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用功，懂不懂？懂。再见，小朋友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了！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哎呀，洪生啊，董事长，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我到您治伤的地方去过啊，他们说您又到西方小学来给孩子们送电脑了，所以我就跑到这儿来啊。哎，你那个无人机项目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吧？啊，怎么？找我有事儿？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您谈谈。哦，哎，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咱们回到宾馆再聊。啊，你如果紧迫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你看看啊，这里头多好，山清水秀的。是。我听说过董事长有很深的农村情绪啊！是啊，咱们中国人谁的祖宗不是农民呢？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插队那会儿啊，都是农村户口，那得靠挣工分吃饭呢。要不，咱们就在这儿聊聊。好，走到那边去。好，走走走。李东啊，小编今天飞得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那是相当不错。今天啊，出动2次，出手灵活，啊，又狠又猛。营长，有点名师出高徒的感觉。那是啊，也不看是谁徒弟啊。队长，你可太过奖了啊！哎，那这事儿今天晚上得庆贺一下呀。对呀，请客。师傅，别人说我就算了，你还说我都郁闷着呢。哟。跟我装傻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一天中队长、机长全当上了，一天还出动2次，还不过瘾啊？我是觉得没落着跟你去消灭恐怖分子，我可都听说了啊！你们这是真干真着火，这多过瘾啊！实战啊！涮羊肉啊，涮羊肉！大腰子，我没说我不请客啊，但这话我都说到了。涮羊肉！算什么呀？江营长，你知道吧？马上要转场了。马上转场？去哪儿？东南战区3届基地，刚接到通知，今天傍晚出发。啊？得，咱别涮羊肉了，也别大腰子了，赶紧回营部吧。谢谢啊。得。哎呀，马上转场。小李，上车吧。是。让诸位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将2营1中队安全带到3届训练基地。走了。哎，老庞，往这边走啊？哦，我去看一眼伤员。嗨，还好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马上转到战区总院。还是去看一眼。走了。哎，你琢磨出来郭鹏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了吗？让咱们再把困难想一想。这话里有话呀。进去吧，警营长大队长马上就到了，走。水快没了，叫我一声。营长，我没事，您忙去，别跟我爸爸妈妈讲。小孩，别想那么多啊！马上我们就把你转到战区总院去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养伤啊！你放心，很快就能好起来。
黄队长。你表现得很好，小刚。我现在可以正式的通知你，吕党委已经决定给你报2等户。哎，这花从哪弄的？刚在那边摘的，这可以吗？这还有这么好看？哎呦，庞副旅长，庞副旅长啊，你们这是？啊，我们想来看看受伤的战士。啊，已经醒过来了，没事儿。对了，庞副旅长，那天你要给江海一个热烈的拥抱，后来拥抱了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到现在还没见着江海呢。哎，我估计啊，今天是看不见他了，那就留着他去跟傅颖拥抱吧。傅教员来了啊！哎，刚才学院张院长来电话，有100多名学员要来实习。我一打听啊，傅颖也来了，那肯定是来看她老公的呀。还没结婚呢，怎么能叫老公呢？是啊，哎，那应该叫什么呢？庞副旅长，您现在越来越会聊天了，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哎，庞副旅长再见啊。越来越会聊天了。旅长，听说有船厂。办完就转，时间够紧的。哎，政委，有茶叶吗？有啊，3.5嘛。铁观音，哎，泡多少你自己放啊。哎，旅长，咱们怎么走啊？江海啊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？装傻。苹果。苹果啊？回事儿啊？这苹果没完了呢。你有就给他拿2个嘛。我没有啊，营里早分完了，全都吃光了，一个也没剩下。那你答应他干嘛？我当时不是慌了神了吗？他要什么我就答应他了。我早就把这事儿忘了。谁能想这么大一旅长，老盯着打烂苹果没完了？你说我现在去哪给他找去？你呀，有你好受的。我知道哪儿有苹果呀？哪儿啊？快说呀！黑天鹅呀！黑天鹅，看他怎么会有的？不是你跟人家说吃苹果能美容吗？好不容易得到你一句关心，人家把你这句话可当回事了，都没舍得吃啊，留着当纪念呢。你小子点过我的吧？这我帮你，你还打我？我走了。虎生啊，我准备在这个水面上架一座桥，以后孩子们呢上学呢就不要再绕太远的路了。是啊。来，坐吧。哎，好。哎，虎生啊，紫薇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出现这种事情，我感觉很心疼，也很丢人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董事长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而紫薇她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，我只好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了。侯生啊，这些事情你早就应该跟我说呀。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女儿的事情由我来处理，你们只管照原计划去工作啊。这6000万本来就是我公司的钱，陆瑶又是我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经理。如果你们还需要后续资金的话，我可以继续投入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了。我们这个军民融合的高科技项目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，银行贷款不成问题。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想跟您谈一件事情。你已经投入的6000万，打算如何处置？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。我们的设计专利会以股份制合作形式投入，组建一个新的无人机开发生产机构。产品开发的方向为军民两用。
如果你想收回那6000万，我们将在1到2年之内还清这笔款项。如果想作为投资，你将获得30%的股份，成为3大股东之一。好吧，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啊。第一，我不需要什么30%的股份；第二，我也不想当你们的股东；第三，我想这笔钱我也不收回了，就当打了水漂。董事长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好吧，那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吧。我呢，生意成功以后，就没有在国内再赚1分钱。我想啊，我的后半生只赚外国人的钱，而赚来的钱全都要花在我的祖国和我们民族发展的事业上。啊，如果用现在的时髦话讲话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。所以这笔钱对我来说，就像捐助了几所希望小学一样。我并不在乎于你们最终是否能成功，我在乎于你们已经在做，仅此而已。董事长，我理解您的为人和情怀，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而且这600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10年来在国内捐助了100多所希望小学，我不求任何回报。只要能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进课堂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在上百平方公里的黄木化改造项目上，我投资了10几个亿。我不要求收回1分钱，全部留给了当地政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的父亲是老八路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又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了，至今都不知道尸骨埋在哪里。你说他的牺牲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吗？不，他是为了我们能有今天富裕、和谐的社会环境啊！讲实话吧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，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工人，能成为所谓的什么亿万富翁吗？我感恩这片土地，感恩我的祖国，更感恩我的中国血统哦。洪生，你说就我这样的老板啊，一个人，你能吃多少，穿多好啊？你死了以后又能带走多少呢？所以我说，这笔钱就算砸水漂了，毕竟是打在了咱们中国的水面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不要考虑我的什么回报啊、股份呐，还有名分呐，它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很庆幸啊，我有机会赚到了一些钱，而且我又把这些钱用到了我感兴趣的事业上。洪生啊，你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名飞行员，后来你转业了，来给老板开直升机。虽然你技术很好，也很敬业，但是我并不为你高兴。我觉得你这么做，对不起部队的培养。后来，你抛弃了高薪走了啊，这个去搞你的无人机的开发，这我就非常欣赏你的选择呀。你记得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有困难尽管来找我，但是你没有来。董事长，我是想等样机试飞成功以后再来找你。不，你撒谎。你是想尽量不再与紫薇发生联系。可是后来，紫薇还是背着你把钱秘密地投给了你，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原本暗自祈祷你们俩能在感情上和事业上都能成功，但是有一天，我发现紫薇突然返回了伦敦，我就感觉到事情不妙了。而且这个原因，应该就在我女儿身上吧？不，董事长，我有责任。紫薇这孩子任性，就在于她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，典型的富二代呀。她那个价值观念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呀。我呢，又无法强求她跟我走同一条路。
而且我也预感到了，你们俩早晚会分道扬镳的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希望这一页啊，就此翻过去啊，翻过去。另外，洪生，我也希望你不要丢弃自卫，你们应该会是好朋友。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唯一的希望啊。董事长，你放心吧，你们什么也不要顾忌，一旦有困难，随时随地可以来找我，好不好啊？我知道您不图回报，但是我也明白，这是您对我的期望和鞭策。董事长，我希望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，到我的设计所来看看。啊，我一定去，我肯定会去的。我还想让紫薇也去看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好。哎，政委，政委好。政委，大家都到了，我们临时开个会。我受总部机关首长的委托，在这里宣布，旅长左同军同志正式到任。旅长好，旅长好，旅长好。也许有人要问，旅长上任，为什么不搞个仪式，不奏响军歌？我想，此时此刻，正是我陆军1号首次参加实战、打完胜仗、征尘未洗的时刻。而这次作战行动，正是由左旅长指挥部署的。我想，左旅长在这种胜利的气氛中走马上任，更有意义啊！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又要转场，又要投入一场新的战斗。几天来，我们千里机动，又马不停蹄投入训练、演习和追剿暴恐的战斗中。是啊，我们这种快速反应、持续作战、不断创新战法、积极探索训练改革的作风和精神，就是我们陆军1号的灵魂所在。我们啊，就是要做到，国家什么时候需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动；国家哪里需要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。庞维副旅长已经回旅里，准备接收新的装备。我现在宣布一项新的任命，任命江海为空中突击旅代理参谋长，临时接替庞维代参谋长的工作。江海代参谋长全面负责指挥编队机动和2015要塞演习，距离出发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，大家分头准备吧。是。你怎么不去准备啊？不是，政委旅长，我好像刚翻完筋斗似的，有点过载，大脑缺氧，眼前一个劲儿的黑屏。没听清楚是吗？你现在是空中突击旅代理参谋长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不就是庞副旅长之前的角色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干？凭什么不干？那你站这发什么呆？旅长，您什么位置啊？我马上返回 A 集团军，明天就走。你又走啊？哎呀，你这旅长当的可真够新鲜的。传说你当上陆军1号旅长的那天起，我就没见你上过班。这今天刚宣布上任，明天又6号了。A 集团军洛航旅明天正式成立，新旅长第1天到任，这是 A 集团军的一件大事。左旅长和郭副部长明天都要到场表示祝贺。单军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，我能不去吗？得去。放心，我在3街等你们。旅长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不吃上口苹果我能走吗？哎呀，有人忽悠我说给我留着呢，有人又忽悠我说马上。
你以为我左童军是那么好忽悠的？听着，我左童军别的不掺，就掺这一口。哼！明白。老毛改口了，不爱吃鱼，爱吃苹果。姐，江海代理参谋长了。带就带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嘴上越说没关系，心里越有点关系吧？姐，你干嘛呢？看，看我画的像谁？那小的看着有点像你，那个大脑袋有点像江海。不对，我觉得像洪生哥更多一点。那是谁呀，姐？想谁就是谁呗。行了，赶快干活吧，看看就你东西多。我读书说的差不多了，不像有的人还在那里自拍。哟，还照上婚纱照了。要不是左童军逼着江海要苹果，打死江海也不愿走进黑天鹅的帐篷。此时此刻，江海发怵，黑天鹅也紧张，两人心里的那道坎究竟能不能跨过去？乱麻般的情感纠结，能不能得到解脱？请问方便进去吗？疯子，是疯子，疯子，进来吧。报告江代参谋长，什么代参谋长啊8栋动摇机组飞行员正在准备行装，请您指示。庞副旅长临时有事回家了，我这是临时顶班啊。哎，庞敏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姐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啊，没事，你站着吧。我还有点事儿呢。坐吧。对了，你的苹果很好吃啊。姐，咱不着急啊。着急什么呀？你管人家的？哎，谢谢你的苹果啊！啊，对，我找你就是为了苹果的事儿。哎，你的苹果真甜真脆，而且看我这皮肤吃的，不错吧？哎呀，我昨天都没吃饭，光吃苹果了，都吃完了。都吃完了？你送我的，我能不吃完吗？不是黑天鹅，你嘴怎么那么快呢？这一箱苹果一天全吃完了。我这算什么呀？那你没看露露呢？那吃的果不离口，那叫。得，没事儿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你还真是来问苹果吃没吃完的啊？坐。我得回去。我让你坐。你干嘛呀？不是我说你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自从来了403，你从来没有来过女飞行员宿舍。我来这儿干嘛呀？真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是参谋长，你总应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吧？今天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哎，你也不问我怎么样了。听到苹果没有了，转脸就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就
算咱俩不是男女朋友，那总是战友吧？我还不如几个苹果，是不是？我没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啊，了不起了是吧？当一个代理参谋长就了不起了是吧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已经代替了庞副旅长的位置，进入了吕布班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真是为苹果这事儿来的。你说你吃完了，我在这干什么呀？你以为我爱听你这嘚不得的？你这话更可笑了。你送我苹果，我不吃干什么呀？那你让刘小兵带什么话呀？什么这里干燥，多吃点水果，对皮肤好。谁让他带话了？我没让他带话。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左童军啊，那问我有没有给他留俩苹果，我当时为了哄他开心，就忽悠他说我留了。结果他当真了，这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要，这苹果没完没了的。你说这403基地荒郊野岭的，我去哪给他弄苹果去？就你这智商，自己挖一个坑往里边跳。可不是嘛。那后来刘小兵跟我说你这有，我就想过来问你借俩。就这事儿啊？我倒是留了2个。真有啊？嗯。哎，那好吧，那就借给你吧。谢。就剩这一对情侣果了，给你吧。谢谢啊，救了我的命了。不是，这是情侣果，不是苹果呀。你管呢，拿去就是了。哟，哼，这个挺像你的。这个大的像，还能是谁啊？是洪生呗。其实这2个苹果是我留着的，我想回去以后带给洪生看。这是我在演习中的纪念品，而且是江参谋长给我的。不过现在他对你有用，那你就拿去吧，反正苹果到处都是。这对情侣果我不能拿。没什么。黑天鹅，我知道之前我有些做法伤害过你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真的骂过我，也没有怪罪过我，都是我傻帽。我真的挺渴望结婚的感觉，渴望那份踏实的感觉。那天父亲来了以后，我带了一大坛红烧肉，把衣服给我洗了，床单给我铺了。虽然这都是小事儿，但我突然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感。那一瞬间，我也想到了你，我开始理解你。你是一个真诚、纯洁的好姑娘，是我不懂什么是爱情。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听说你跟洪生在一起之后，我挺高兴的，真的。你解脱了是吗？不，我们都解脱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洪生真比你对我好。
生是我的好兄弟，也是个好男人，值得你用一生去爱他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真的。看到你这么珍视这2只苹果，对爱情如此的精雕细刻，我相信你对鸿生一定会珍视他的那份情感，那份情愿。所以，这苹果不能拿。没事儿，我已经用手机拍下来了，到时候微信发给鸿生就行了。你现在需要他，再说了，你已经答应做旅长了，不守信用不好。情侣国一定要让鸿生看见。2位处长，你们先喝点水，好，慢慢聊啊，我处理一下。好，局长。局长，总部这么安排，我有点看不懂。什么懂不懂的？演习跟打仗一样，千变万化，随机出题。我是说啊，总部突然把陆军1号从30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调到3界来跟咱们打对抗演习，这么安排到底什么意图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考虑什么意图不意图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要他来犯，我就不给他留退路。你这么说的也对，3界是咱们常年的训练基地，天时地利人和咱们都占了，他们是长途机动，我们以逸待劳，拿下陆军1号那是手拿把掐呀。看看陆军1号这段时间的战绩吧，吓死了。嗨，得了吧，我又不是被吓大的。我跟 C 集团军参谋长是老战友，他告诉我，可不要小视陆军1号这种新型作战力量。这次西域风暴 ，C 集团军之所以能转败为胜，多亏陆军1号配属给他们使用。哎，旅长，我有个想法，他们不是长途奔袭吗？我们干脆啊，也不客气，在他们到场的当晚，还没有吃晚饭之前，我们就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对，我看可以考虑。而且，左通军没有到任，现在管事这个庞副旅长是个教书匠，在陆航学院是搞战术研究的。我读过的几篇有关陆航战法的研究论文，收获颇丰呐。你有所收获？我说的收获颇丰是想说，通过他的论文，我读懂了他的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，同样决定了战场上的胜败。旅长，你说的是文学概念吧？战争就是一门艺术，古今中外，军事活动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军事家的性格一旦被文字记载，往往会成为艺术形象的经典。军事家的性格特征往往决定了战场胜败的重要因素。韩信、项羽、曹操、诸葛亮、成吉思汗、拿破仑、埃里希冯曼施坦、蒙哥马利、斯大林、丘加、巴顿、朱可夫、马夏、
毛泽东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道格拉斯、麦克阿瑟等等，你说说哪一个没有独特的个性？哇，旅长，他们的性格你都研究过？这我可不是吹的啊！就说毛泽东吧，他一天2包纸烟，打败了不抽烟不酗酒、只喝白开水的蒋介石。丘吉尔，爱抽雪茄，2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统帅。斯大林，烟斗不离手，指挥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。麦克阿瑟嘴上永远叼着那个什么玉米芯，指挥改变了朝鲜战场上的仁川登陆之战。正是这些军事风云人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在残酷的战火硝烟中闪烁着人类灵魂的智慧和火花。您的意思是，这一次也是性格的较量，也是智商的博弈。我们是军人，不是军迷，军迷看到的只是装备和参数，而我们必须关注一场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，即主导一场战场或战役的灵魂人物。装甲旅和陆航旅，一个号称陆战之王，一个号称突击雄鹰，到底谁能称雄3界？还不好说呢。不好说。您不是已经研究了庞威的性格了？那江海呢？他对我可是知根知底啊。江海他只是突击一营的营长，主导不了陆军1号的战术决策吧？其实啊，让我最看不透的就是他们旅长左同军，这家伙外号叫老猫。江海告诉我，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师傅在想什么。其实啊，我已经看出名堂来了，他在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打磨一把剑。他在铸剑？这把剑就是江海。不会吧？他们2个一直是死对头？你错了，老猫滑就滑在这里，他是在明压暗纵，有意在熬鹰。熬鹰？这是狩猎民族训练苍鹰的一种独特方法。江海就像一只高傲的雄鹰，桀骜不驯；左同军就像猎人一样去驯服它，从性格到心灵乃到尊严，对他进行磨难般的锤炼，不留一点情面。江海想不通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抵触情绪。老猫是老谋深算，是既熬鹰又放鹰。江海跟左同军就是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。旅长，现在左同军不是还没到任吗？我看呀，这恰恰是他在放鹰，熬鹰就是为了放鹰。左同军当旅长却迟迟没有到任，就是想给江海留出足够的空间，让他自由的飞翔。但左同军和郭盛阳从来没有让江海任性的乱飞，而是让他在军事变革的大潮中羽翼更丰满，思想更成熟。这些你都看出来了？当初郭盛阳找到我说把江海安排到我们旅来代职锻炼，我就明白了他的意图。陆航旅在培养人才方面真是煞费苦心呐。哎，李参谋，陆军1号飞行的航线已经搞到了。啊，好了。来，我们网络侦察分队渗透了 F 战区的通管系统，发现了陆军1号大型编队通过的情报。命令防空营马上行动，对陆军1号进行地空袭击。哎，旅长，这已经超出我们战区的范围了。我们跑到别的战区去拦截陆军1号，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？你拉动一下谁管你啊？到达伏击，见机行事，保持1台索尔雷达开启，发现目标再展开都来得及。我要的就是这招，谁也想不到我会到这里干他一仗，尤其是他的主力突击一营，如果能干掉他一个编队，就到了3界，知道是跟我较量，他心里也得发怵。再加上你刚才所说的，趁他立足未稳，先干他一家伙，估计演习没开始呢，陆航的兄弟就该打道回府了。好。
副教员，是您带学员来的？啊，是的，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几位教员。好，吃过晚饭后，首长要和学员们见个面。我知道，这次学院派学员来到演习现场参加军事演习实践，都是郭副部长亲自安排的。没错，首长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军校学员都能尽早的接触到战火，了解什么是战场，什么是硝烟，什么是军事演习，多听听枪声和炮声。演习场也是一种教学课堂嘛。这陆军1号的驻训点离这儿近吗？挺远的，有50多公里呢，在403野战机场的。怎么，您要去吗？我想去看看江海。哟，那得抓紧时间了，陆军1号马上就要转场了。怎么，他们不参加演习吗？他们有新任务，中午才接到通知的。这样吧，我马上给您安排辆车，您现在就出发。谢谢啊。扔啊，董事长，这等你的好消息了，祝你们成功。谢谢董事长，那我就在设计所恭候你的大驾。保重。新型的第一视角无人机的操控舱，通过它可以远程操控无人机。您看看左右，您看的画面多清晰。哦，看看董事长这边请。是的，就是用您的名字命名的。用我的名字，这样合适吗？邱总是说，这是洪生总经理的决定。爸爸，这里的一切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哦，韩小姐，洪生他一直说吃水不忘挖井。他都说我什么了？洪生说，我们创业初期的6000万是谭紫薇投的，如果没有这笔投资，我们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。虽然他爸爸谭董事长把这笔资金作为投资送给了我们，但紫薇的贡献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把这架无人机用紫薇的名字命名，也是我们公司对谭董事长的承诺和敬重，也是他对你永远的感激。他人呢？他带着飞行队出去了，半个月以后才回来。麻烦你帮我转告他，我很想见他，我要谢谢他。好的。
辞不掌兵，是左童军一贯的治兵信条。此时，他又在酝酿着一个计划，一个让他自己也感到心惊肉跳的计划。但想到是跟老对手古霞对抗，他必须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陆军1号要打赢，别无选择。旅长，我怎么看你有点不愿意走似的？要不，我跟郭副部长请示一下，A级团军的活动就不参加了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没想到这次是老对手。D级团军装甲旅，江海代职的部队，也是我曾经2次交过手的部队。我们曾经1胜1负。你是担心这次没把握？旅长古霞，老坦克兵，这次又是在他家门口演习，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太多了。你对他了解吗？不甚了解，远不如江海。所以，你让江海挑大梁，这只是一方面。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告诉他，与谁交手，就是想让他们一心一意地飞好今晚的夜航。但是对古霞，我们不能不放。你对他心有余悸。2次交手，我都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人看似江湖豪爽，可诡计多端，研究外军战法多年，刁滑得很。据说与他军长下棋，他都敢偷军长的棋子。哇，真是个人物啊！第一，这是咱们现在的航线。改变航线，这条航线对于陆军1号来说是一石3鸟的作用。一，万一在航道上古霞对我进行拦截，航线的改变就有可能打乱他的部署。2，机群夜航穿越峡谷，对陆军1号来说也是一个新科目，我们需要这样一次尝试。3，从西南方向直插3界基地，还能规避雷达的跟踪。古霞摸不清楚我们的意图，他就有可能对现有的部署进行一次调整。他只要移动，我们就会对他现有的部署和战术意图进行了解。他是坐地户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只有引蛇出洞，我们才能找到战机。毕竟我们的优势在于空中机动速度要比地面坦克要快。他要是一直蛰伏着，我们反倒很被动。突然改变航线，完全离开航路飞行，缺少地面导航，再加上是夜航，这太危险了吧？你把这个改变告诉江海，由他来决定。如果决定改变航线，也要在转向前半小时再通知空管。好。报告代参谋长同志，陆军1号前沿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这儿。下面由杨副旅长下达任务。
下面宣布，专场飞行编队序列：第1序列突击营，第2序列保障营，第3序列。泡沫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侯骑，都护在燕然。对了，这是王威的诗吧？是的，我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读过，后来忘了差不多了。刚才看到这么美丽的晚霞，就不知怎么的冒出来了。你一定是出于春风吧？没错，看着荒凉，却让人油然升起一种壮美感。古往今来，只有军人的情怀，才能激发出这种情感。这什么呀？红烧肉！哎哎，放了什么东西啊？是一盘红烧肉。啊，是从北京带来的吧？啊，还温乎着呢。江海爱吃，他的战友们也爱吃。小夏，应该快了吧？是吧？快了。嫂子，我要吃红烧肉。臭小子！我这个，这个跑出去了，一个人到了啊！拿着，下来吧，我的肉，给我吃。本以为会在这里待上1个多月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对我们这支快速应急突击部队，也许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了。是啊。哦，江海，我们也该登机了。啊，再等等。左旅长临走前把飞行路线做了修改，让我交给你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就按原定路线飞行。行，我们就飞新航线。现在改变航线？
突然改变飞行航线不是不行，这不是航路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飞过，而且最危险的一段是要穿越大峡谷。昼间飞行还说得过去，夜航太危险了。老猫果然是老猫啊，有道理。这旅长啊，是怕对手在我们的航线上设伏啊。张大队长，到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定要想办法多手段收集新航路情报，尤其是大峡谷的所有信息，要及时的分析上报。是。我们这次是和哪家对抗，到现在也不公布，我可是一点准备都没有。D 集团军庄家旅。嘿，武侠呀！求你们放开我！像学他一样是不是？跑啊！不跑了！闭嘴！电话哥。行啊，学会了报警。把他们带走！全体集合！全部看齐！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！报告营长同志，突击一营实体飞行员集合完毕。师长同志，特战营全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是。
收起！讲价！收起！现在下达各中队，第一阶段作战任务。第一阶段，收起！船长同志，陆军1号突击营正在下达任务。船长同志，特战营全体集合完毕，准备出发。请指示。有令。是。全体队友，一战！稍息。同志们，休息。下面我宣布新的作战命令：演习计划撤销，陆军1号退出演习。同志们，昨天夜间12点20分到12点50分，距离我部130公里的红柳村，突然遭到一伙暴恐分子袭击，造成无辜村民死伤20人，并劫持多名村民藏入山区，正准备逃往境外。上级命令我参演部队，抽调部分兵力参加追剿战斗。根据追剿行动的特殊性和紧迫性，演习指挥部决定，陆军1号退出西域风暴演习，转入实战，参加追剿暴徒和解救村民的作战行动。明白了没有？我们这儿等着呢。好，首长，公安厅反恐中心技术长，武警边防综支队长马上就到。大家请看啊，红柳村就在这位置。就这样，就在这儿。老袁，这个位置记住了。这位，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，你看应不应该说呀？说吧，这儿没外人。我们突然取消了演习任务，会不会把 C 级专军给闪了呀？不会吧？总指挥部会做调整的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不是，今天一早刚临时取消的任务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临时调整兵力部署也来不及啊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任务这么紧迫，你怎么还节外生枝呢？不是，可是你任务再紧迫，人家那边行了，这事儿啊，你跟左旅长说去。今天的作战会议由他主持。左旅长，他什么时候上任的？是郭副部长委派他过来统一指挥这次反恐行动的。去吧，跟他说去，别在这跟我嘚啵嘚的。情况向你汇报一下。这情况啊，还是建议，还是想法？算是情况吧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师傅，叫旅长。师傅，这么回事儿。昨天 C 级单军参谋长专门送了苹果过来了，你收了？我都吃了。你吃人家嘴短，你答应人什么了？哎，是。不过我觉得咱们陆军1号突然撤出演习，这不是把 C 级专军给闪了吗？明天人家的演习任务非常重要，那是直接向红军的纵深433阵地进行攻坚作战，这要没有武装直升机空中协同，肯定不灵啊。况且人家昨天晚上刚刚过来，跟我一起把那个协同方案给勾兑好了，这今天突然把人给撂那儿了，你脑袋进水了！
我踢你！现在调陆军1号是参加反恐实战，那面是演习，孰重孰轻，你拎得清楚吗？拎得清楚。拎清楚个屁！不是，师傅，这围剿暴恐不需要大规模作战吧？围剿暴恐是什么任务？政治任务，必须有高压态势。是，重视归重视，不一定非得呼呼啦啦全拉上去，那叫重视吗？应该在战法战术上去重视。那讲政治的话，更得精打细算了，用不上那么多的装备和兵力，所以什么？是吧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原先配属C73军的那一个中队，让他继续参演，咱们投入2个中队，但不要一下全上去。那么大一片地域全是山，大海捞针似的，咱们分几个步骤，先侦察，后出动。地面兵力，我觉得1个特战连就足够了。你是说合理配置，2不耽误？哎呀，要不说是我师傅呢，高明啊！把人家苹果都吃了，总不能再吐出来吧？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哎，我都考虑好了。你想取代我？我哪敢呀！我这抛砖引玉，我就是那碎砖烂瓦，您是洁白如玉。小兔崽子，又没大没小的。啊，不是，我副团级营长，老小兔崽子的，让我部下听见多不好听啊！给我点面子。哼，你还知道没大没小啊？嗯？苹果都吃了？吃完了。你师傅没吃啊？你放心，我早知道你要来，我都给你留着呢。哼，这差不多。这位是空中突击旅的旅长左同军，左旅长。这位是公安厅的反恐指挥中心的季处长。国副总指挥已经到了，就等你们了，请。走。现在时间很紧，任务很急，我们就不客套，介绍一下情况。好的。红柳村地处高原山区深处，交通极为不便，唯一通往镇里的道路桥梁也被恐怖分子炸断。被劫持的人质目前下落不明，现在村里还有16名伤员等待救治。我们刚得到的情报是，这伙暴徒是由境外的恐怖组织直接指挥的，他们人数将近20人。他们不光杀人放火、劫持人质，还掠走了老百姓的粮食衣物。所以我们推断，在这片山区里，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暴恐分子的营地。这个地方地形十分的复杂，我们曾经派人搜索过，没有路，也不通车。往往一进去啊，要好几天的时间。就算看见对面山上有可疑人员活动的话，等你过去也要1天的时间，可疑人员早就没影了。目前呢，为了防止暴恐分子越境外逃，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中队的人前去阻止他们。好，情况已经基本摸清楚了。我归纳一下啊，我们有3点必须要做到。第一，救治伤人，并且把他们转移出去。第二，解救人质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还有一点，最后一点，一定要摸清楚这帮暴恐分子的行踪。我代表军方先表个态吧，对这一批暴恐分子绝不留情。左旅长到，部署任务。是。1，由情报侦察大队派出多架次直19武装侦察机，对红柳村以北、以西直至边境线一带进行不间断的地毯式侦察。2，由突击营1中队、直拔运输机3营1中队、特战营1连组成空中突击作战群，对上述地区实施突击追剿作战。3，运输机3营2中队、特战营2连、旅卫生队组成救援机群，携带部分救援物资和药品，迅速击降红柳村。
帮助受害村民恢复生产生活，安抚群众情绪，将伤员和家属尽快转移到县城医院。突击一营的2中队作为预备队和支援力量，在403机场待命，根据前方追剿任务情况和演习推进情况，随时对这2个方向实施增援。另外，突击营3中队继续参加西域风暴演习，完成原定的协同 C 集团军攻坚作战计划。陆军1号都已经撤出了，你怎么还安排演习任务？首长，综合目前情况，反恐追剿行动并不需要这么多武装直升机参与，我们完全可以分出部分兵力完成既定演习任务。同时，这次追剿行动是一次突发事件，到目前为止，情报信息极为有限，暴徒的行踪极为诡秘，必须事先精细侦查，再对其实施精确打击和围歼及突击营救。好，这个方案我同意。下面我就具体指挥员的任务和安排宣布如下：江海到，袁建行到。空中作战机群由江海、袁建行指挥，江海为前线指挥员，袁建行为副指挥员，负责追剿和营救行动。是。救援机群由姚副旅长指挥，负责红柳村方向的救助和伤员物资运送。明白。刘小斌任突击一营2中队中队长，负责率领预备队突击营2中队完成所担负任务。3中队由李东副营长率领，按计划参加演习。是。另外，指挥部设立空中指挥中心，庞副旅长、季处长、宗支队长搭乘空中预警指挥机，跟随空中作战机群行动，在红柳村上空建立情报信息前方指挥平台，必要时抵近指挥。任务下达完毕，20分钟后开始行动。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旅长，你呢？我跟政委在这坐镇。你只要把前方的信息实时传输回来就行。报告，进来。旅长，您找我。现在任命你为突击一营2中队中队长。现在？上级还没找我谈话呢。现在是战时，没那么多啰里吧嗦的，去上任吧。那舰长的副驾驶怎么办？他自己会安排。首长，你看，看什么看？往上行动！是，行动！是。哎！苹果什么时候给我送来？马上，马上！怎么样，放得痛不痛？哎，老何，你们呢？好吗？没事吧？哎，八洞洞1、8洞洞2，我们已经到了红柳村，准备派直升机派送。特战队员对村子周边1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清理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据村民反映，暴恐分子从西北方向上阳小道撤离。报告完毕。
在这条沟里，曾经有人看见有恐怖分子留下的东西。这里啊，原来是陆军主转场墓道，10几年没有人路过。再往后走，就是无人区，叫黑熊沟，10几年都没人进去过。好，重点侦查这个方向。黑熊沟。19111911，请报告你的位置。报告，8栋东幺，我是1911，我编队正在黑熊沟无人区以南50公里搜索。立即转向黑熊沟无人区方向展开侦查。1911，明白。拐洞幺，1911侦察编队报告。现在已进入黑熊沟无人区展开侦查。什么？黑熊沟无人区，拐洞幺明白。